不会吧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居然宣布被退休，这不是在开玩笑吧？独霸 N 年的晶片龙头 Intel 到底怎么了？想当年，乡民还常拿 Intel 开玩笑，每一代处理器 Intel 只要换包装，你照样要用它，就是这么的君临天下，独走市场。结果 Intel 日前竟宣布，执行长季辛格派 Gelsinger 已于12月1日正式退休。而且你知道吗？前阵子更传出同为半导体行业的对手高通有意收购 Intel， 昔日龙头变成对手的收购标的，你敢信？到底为什么 Intel 会走到今天如此不堪的局面 ？Intel 还有救吗？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在季辛格宣布被退休的同时，公司也透露，现任财务长 David Zinsner 与高阶主管 Michelle Johnston Holthaus 将共同担任临时联合执行长，直至董事会完成新执行长的遴选工作。这些消息宣布之后，英特尔 INTC US 股价也在盘前交易中上涨近3%。接下来，这部影片将深入剖析 Intel 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季辛格当时又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Intel 在今年8月的 Q2 财报公布之后，股价就一路重挫，暴跌将近35%，等于如果你投了100万，只剩60几万啦。这也已经创下5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为什么会这样？来，今年 Q2 的 Intel 营收年增率是负1%，听起来下降很少，对吧？别忘了跟同产业的竞争对手比 ，AMD 的 Q2 营收年增率是9%，台积电的营收年增率是40.1%，更不用说 NVIDIA 的营收年增率是101%。如果是全班同学都成绩退步就算了，代表这次考试可能真的很难。但是别人在进步，你没进步还退步，这说明什么？说明 Intel 肯定有巨大的问题呀！你各位，怪不得股价会像云霄飞车一样迅速滑落，这投资人肯定是没有信心的啊！我们再细看一下 Intel 的净利，以合并报表来看 ，Q2 净利为负16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15亿美元相比，由盈转亏；而以非合并报表来看 ，Q2 净利为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5亿美元相比，则是呈现85%的大幅衰退。反观 AMD 的净利，以合并报表来看 ，Q2 净利为2.65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0.27亿美元相比，大幅成长881%。以非合并报表来看 ，Q2 净利为11.26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9.48亿美元相比，成长约19%。Intel 可曾是 PC 伺服器处理器的老大哥啊？市占率动不动就超过80%以上，伺服器处理器的市占率则是长期高居95%以上，可以说是 AMD 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现在风水轮流转 ，AMD 的营收不但快追到英特尔的一半，获利更是已经超越 Intel 了。说到这里，就算先前没有关注 Intel 和 AMD 的粉丝，也能体会到了吧？我们再从技术线图看，其实英特尔的股价拉长期来看，一直都不强势。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过了10年，股价也才涨了5倍左右。这样的领头羊公司，与美国的其他大企业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英伟达等，英特尔真的不算强。尤其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做了一颗大型的头部后，就一路惨跌至今。表示2018年到2020年之间，英特尔就肯定有出大问题了。如果依照技术分析的观念来想，股价永远是先行指标，股价不涨就算了，还出现了一个这么明显的头部形态，那肯定背后有大事。那如果是依照筹码分析的逻辑来想呢？照筹码的逻辑，主力肯定是自己先布好局，再放出消息请君入瓮。身为敬业小韭菜，散户们只能等着无预警被收割。如果你无法跟他们一样掌握第一手甚至第二手资讯，那就不用去分析财报、基本面之类的。你能追上他们的，就是掌握趋势喷出前的蛛丝马迹，透过软体观察每根 K 棒的筹码强弱，跟着主力偷偷调整筹码时一起上车。这些技术分析都可以比基本面更快速、更直觉的。我都会在每周的台指波段线上教学中，都会搭配软体一起讲解。如果你没有遇到擅长玩波段的学习对象，必须在我们12月25日活动结束前报名我在维股利的 Double Play 年终双杀活动，文章任选手月回馈12%，再加码订阅线上教学一样手月回馈12%，跟着每个礼拜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让你除了买对，也懂得如何卖对。
详情我先帮你整理在影片说明栏的第一个连结。我们把镜头转到同样都是生产半导体的公司台积电。台积电的总销售市场快速增长，但 Intel 的总销售市场却在持续下滑。此消彼长之下，今年股价也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Intel 在今天 Q2 的法说会上曾经提到，消费者和企业市场的支出减少，特别是在中国。而且呢，客户持续专注于 AI 伺服器的投资，这些因素都导致 Intel 在2024年的总销售市场缩小。另一方面 ，Intel 2025年的资本支出将削减17%，降到215亿美元。白话文就是 Intel 的现金流压力非常大。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 Intel 会在高阶晶片市场继续缺席啊。那当然，反过来说，这对台积电而言是一大利多。但就算 Intel Q2 的营收和净利已经显示大幅下降，基辛格还是选择大规模扩建晶圆厂，这个超高成本的策略，不用说，当然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财务压力。而且 Intel 的晶圆代工业务已经很多年亏损了，光是算到2024年 Q2，Intel 的亏损就已经达到28亿美元。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就曾经分析过，亏损28亿美元，这就意味着 Intel 每处理或卖一片1万美元的晶圆，就要亏损6550美元。反观台积电是每处理或卖一片1万美元晶圆，赚4350美元。为了解决财务压力 ，Intel 的做法是成本缩减计划，计划2025年为止可以节省超过100亿美元。另外，在 Q2 财报公布后 ，Intel 也宣布要裁员15000名员工，所以裁员、资本支出削减和资源整合是 Intel 的主要措施。不过，你去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的财务压力超大，又有家人的开销，又有信贷、房贷、车贷等各种贷款压着你，你觉得如果你要彻底翻身，是想办法开源比较有机会，还是省吃俭用？答案很明显吧？你再怎么省，可以省到哪里去？你有听过有人靠着省钱致富的吗？我相信会关注我们频道的粉丝都懂这个道理，不然也不会想学投资了。所以理所当然的 ，Intel 的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技术创新落后的问题，反而是让投资者的信心下降。其实不要说今年，在过去几年 ，Intel 的表现一直都让投资人质疑，特别是在公司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同业竞争和技术瓶颈，却一直没办法重新恢复过去的辉煌。这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先说结论 ，Intel 的高层决策，尤其是执行长基辛格在管理上的选择，别怀疑，都是问题的核心。虽然根据研调机构 IDC 半导体的研究副总裁 Mario Morales 的说法，很多错误在基辛格回国之前就已经在了，但是他至今所做的多项重大决策，也确实成为了 Intel 的枷锁。那为什么基辛格回国 Intel 好像提油救火一样，每况愈下？基辛格上任后的核心策略是我全都要，也就是说，晶片设计和晶片制造我都要留下来，这就会导致 Intel 的资源分散到各个方面，会面临到资源分配的难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光是晶片制造，我是不是就要扩建生产线？也就是说，我需要花大钱扩建更多的晶片厂。但这样的策略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问题没解决之前，就已经为 Intel 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如果预算分配不合理，甚至过度建厂的话，那你觉得 Intel 还有办法专注在核心的技术研发吗？其实，在过去 ，AMD 同样面对到这个难题，但是 AMD 的选择是集中资源在核心技术的研发，放弃自有晶圆厂的扩建，反倒跟专业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合作，把资源用在提升技术，而不是扩大产能。而且 Intel 和台积电之间的差距，就是在技术上，基辛格过度依赖自己建设新厂，没有专注在技术突破，最后就让技术落后给竞争对手了。那这样说 ，Intel 最根本的困境就是技术落后了。只是 Intel 的困境并非单一因素，而是来自多方面的技术瓶颈。首先 ，Intel 的制程微缩技术比台积电落后，原本在制程方面的领先优势逐渐消失。其次 ，Intel 的晶片设计架构在效率上逐步败给了 AMD， 这让 Intel 的晶片没办法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提并论。而且 Intel 在平台上使用的是加法，也就是说 Intel 把各种功能和技术堆叠在同一平台上，这使得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效率降低。而 AMD 则选择了减法，专注于精简设计，这使得其在成本控制和性能提升方面走在前面。前面有稍微提到，目前 Intel 出现的问题正好与2009至2018年的 AMD 差不多。
也就是有些人说的 AMD 过去的黑暗10年。AMD 当时也是过度扩展业务，收购高价的 ADI， 导致资金不足以支持研发，最后陷入制程落后、预算分配不当、设计架构落后的地步，甚至 AMD 还曾虚假宣传过高频率的晶片。而在这方面 Intel 也犯了相似的错误，过度扩建制造设施，让 Intel 无法专注于核心的技术突破，并且无法提供稳定的产品质量。两者的命运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谋而合。所以整体而言，基辛格做错什么？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导致董事会对他失去信任。第一个是改革进度太慢了，基辛格的改革不能按照计划如期实现，尤其是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场上的进展不如预期。他的计划不能有效应对 NVIDIA 等竞争对手的挑战。第二是财务压力的逐渐增加，基辛格的扩展计划导致 Intel 的支出大幅增加，却未能带来相应的收益。公司股价在他的任期内下跌超过 60%， 并且被迫进行大规模裁员和资产出售。第三个原因是董事会内部产生矛盾，基辛格和董事会成员在战略方向上出现分歧，特别是在是否应该专注在晶圆代工业务上。最后一个原因是 Intel 的市占率不断流失，在基辛格的领导下 Intel 的市占率不断流失，尤其是在 AI 和高性能计算领域，无法和 NVIDIA 及 AMD 等竞争对手对抗。有人曾问 Intel 能不能再起，关键是不是戒掉台积电。 Intel 能否重生，最关键的一步是选择对的路。要摆脱困境， Intel 必须做出彻底的转型。短期内放弃与台积电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做法，毕竟台积电提供的先进制程技术对 Intel 而言至关重要的。自从基辛格宣布被退休后，半导体业界也是讨论声浪不断。至少在影片制作的当下，最大的重点还是会由谁来接班。目前而言 ，Intel 内部没有明确的接班人选，所以 Intel 很有可能会寻找外部候选人。事实上，在基辛格2021年回国接任前，市场曾经猜测过几位知名高管，像是 AMD 执行长苏姿丰，还有 Intel 董事会成员史密斯 Stacy Smith。不管是由谁就任，不用说，新任执行长都会面对重重的挑战，需要应对竞争对手的压力，而且还要在 AI 领域追赶进度。可以说 Intel 现在就是快难搞的烫手山芋。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 Intel 提供了将近80亿美金的超大笔补助，也限制 Intel 放具的出售和拆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对 Intel 还是抱持着不少希望，而且也展现美国打算将高阶半导体制造留在美国本土的大原则。所以，即便是换川普上任，没意外也是会依照这个原则来走。我们会3不5时分享更多与产业相关的主题，配合技术分析的技巧。身为一个投资人，要学习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在12月25日前都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一个连结报名我 Double Play 年终双杀活动，就可享有文章和线上交手月回馈 12%。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持续收看。你们对基辛格被退休或 Intel 的下一步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哦。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